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里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由开天工作室近期最新出品的这一款环太平洋当中的危险流浪者啊，这是他家出品的第4款吧流浪者的一个机甲应该是第4款，没数错的话这一款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了。终于咱们把它给拍了，实际上到货已经挺久了整体的这个素质，我觉得是我开箱到现在环太平洋的这个开天工作室出品的系列里面最精细的。OK， 我们详细来看一下整个主体首先非常沉，而且可以看到，虽然说外甲很多都是塑料件，但是可以看到在灯光下的这个金属漆面的这个质感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棒的。特别是一些液压感的联动它当然也都是有还原，非常不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颗头雕，当然你打开包装的时候头雕不在盒子里面不在主体上是在盒子里面单独的，它是一个磁吸，所以说非常方便，放上去就可以了。点亮结构是在它的这个天灵盖给打开，胸口也是有个点亮结构，我们直接把它给抽开打开还是很方便里面有个小马达，它还可以旋转，但是马达声呢会相对来说声音比较响一点当然本次的这个包装里面依然没有给你附赠这个电池，像我这种非常专业的测评 UP 主，电池这种事情难不倒我，所以我没有买完全不能点亮，不好意思。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头雕的细节。首先透明件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座舱里面没有这个细节完全是没有细节的天灵盖打开以后里面就是一个空心的一个透明件但整体的效果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胸部的这些临界刻画。首先它的展开结构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多我们把头雕给拔下来以后，在这边有个小结构，给它翻开了以后，你再把头雕给塞进去以后，可以看到脖子里面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头雕这里，对吧？脖子下方的一些液压感的一些涂装都是有还原到，虽然说没有什么联动但是在展开主体这2块的时候，能看到内部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还是做的还是可以。然后再把它给吸上去，整体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把它合上。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上半身的一些涂装我觉得做旧涂装包括一些战损还是非常非常细的，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然后因为我把玩前没有看说明书我不知道这一块甲我感觉是可以去而且它手臂是有个外拉伸的一个结构，可以让它幅度更大。这2片可以看到是一个卡扣的形式，直接卡上，所以在活动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这个幅度去不干涉你的手臂。一开始我还以为里面是一个爆甲的一个结构就是可以出来一个武器，完全是没有。胸部这一块也是没有其他的一些可动。当中的这一个应该是核反应堆，透明件做的还是不错的，在点亮的时候亮度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声音比较小。我们看一下腹部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本次的这个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很亮，包括腰部的一些刻字，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一些图案都是有还原到。顶部这2块它是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幅度不是很大，稍微有一点点。背部这一块是完全可以去拆下来的，是一个磁吸。我们看一下背部。背部这个涂装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包括背后的这个金属质感的这个喷口，包括背部的这个脊椎联动，看上去真的很舒服背部这2块就是靠这里这2个地方去活动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部，去给它往下歪的时候幅度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可以看到脊椎的这一块是一个软胶件，都是有一些活动联构。然后内部
涂装啊也是非常精细啊，金属涂装还是有，不是给你一个纯模具啊，给你一个展示。手臂内部非常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前端。前端在活动的时候呢，幅度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下方可以稍微往上抬，往后仰的话几乎是没有。左右侧倾稍微有一丢丢，左右旋转腰部啊，在旋转的时候，这边因为它是有个活动关节，所以干涉不是特别大，还是非常顺的，而且关节比较紧，打完的时候稍微要费一点点力。好，然后我们依次再来看一下它手臂。首先，刚刚拉伸结构咱们已经看到了，拉伸了以后呢，有这个前倾的一个幅度，后仰也是有。再把它往内部缩啊，还是非常紧。严丝合缝。肩胛，先把背部这一块我们来拆掉，来看一下肩胛部分，活动空间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角度，往外拉伸也是有一点点。内部细节可以看到，关节这里的这个金属涂装非常亮。再往下拉一下，这边为了不暴露这里面的这个关节啊，下方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小零件。手臂也有旋转的空间，360度完全没有问题。抬手幅度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咱们再看一下右手啊，抬手的时候，这手臂又掉了，因为它是可以替换啊，所以比较的松。抬手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再来看一下上抬，360度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当心这一块去干涉到漆面啊，完了是我们当心的。整个手肘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看一下背后有没有联动，因为它是替换手啊，没有联动也是正常。小手臂的一些细节刻画。主体手上是给了一个可动手，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细节，很舒服。好，然后我们到了下方，我们可以看一下下半部分的一个可动。首先，两边裙甲啊是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刚刚咱们也说到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前踢，前踢的幅度还是非常高的，90度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啊。屈膝，哦，差不多这样的位置。内部细节涂装也有，这是一块塑料件，只有关节内部是一个合金件，而且液压杆都是有联动的。我们看一下，看着就很舒服啊。再把它掰回，然后我们看一下侧踢，侧踢的幅度就相对来说小一点啊。虽然说这边它是有一个活动空间，但是幅度也不是特别大。我们看一下啊，差不多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侧踢能到这里。再给它还原进去。它这个还可以有个拉伸，看到吗？有个拉伸结构，但是这一块比较脆，把玩的时候要当心，后踢几乎是没有了啊，没办法去后踢。大腿有一定的旋转空间，但幅度不大。再看一下腿部下方，小腿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因为小腿的合金件啊，可以看到这边整个包括底部的这个喷口。这液压杆的这个细节涂装，真是我最喜欢这种啊大面积的涂装了。然后看一下脚部，前脚掌是有一个活动空间，然后后脚掌也有，左右幅度相对来说较小，往前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前面就已经顶住了，往后几乎是没有啊，很硬。底部这一块，如果去把它联动了以后，往上翘啊，也没办法去做一个脚部后面的一个移动，只是可以打开，非常舒服。两只手臂都是一样，去给它拆卸，法扣的一个方式啊，不是磁吸的。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满意啊。整个腿部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啊，大腿部分的这个细节，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块可以去有个爆炸结构之类的，实际上是没有，一共就这2块可以去动。一些做旧涂装，包括大腿内侧，很精细，这边也有个铭文刻字，很漂亮。这一款我个人觉得，现在我记得之前市场价还要到1500左右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这款全部出齐的话，价格可能能再往下降一点。如果它的价格在1200左右，我觉得性价比是顶级的，非常不错。虽然说1500在我看来也是值这个票价的这个就看各位兄弟是怎么去看待这一款作品的。我个人觉得要凑齐开天的这个系列，这一款危险流浪者主角机必须搞定它。OK， 主体方面我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配件部分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外包装方面依然是之前几个开天出品的环太平洋的机甲一样的一个风格外面套了一个封套，里面就是泡沫棺材。我们可以看到背面的话呢，就是半个胸像是启动以后的一个样子，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开天工作室的一个 logo， 侧面也有它的铭文标识。展开可以看到先调出来的就是咱们的一个产品说明书，里面还有一个小卡牌，应该是一个售后整个的包装配件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危险流浪者是我觉得开天出品到现在几个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了。旁边还有这2个透明的绑带以防万一它这个包装纸掉下来。展开了以后很重第一盒就是咱们的这个主体跟头雕然后后面就是它的这个配件地台还有一个替换手型，还有一个铭文标识。包装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OK， 配件方面不是特别多咱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咱们来看看说明书可以看到第一页的一些注意事项后仰也是有一定的角度但是我刚刚没有硬掰，可能有些然后所有配件的一个展示。到了这边背部的一些可动，手臂的一个可动这一点我是刚刚没有介绍到它的这个肩胛部分可以去展开。到了这里腿部有个上拉结构，然后脖子、背部还有2个配件，在下方可以去给它下拉它实际上隐藏了很多然后握持武器的一些配件，还有武器的这个搭载方式都是一个软条件，而且还可以去把玩它，这还是不错的链件的一个接口。这边货轮的一个握持，磁吸的一个地台，电池安装，胸部、背部也是有一个点亮结构，上面有这些地方可以点亮。最后它的一些手型的一个点亮方式等离子炮的也是有发光结构，背部有一个火焰特效键这边也是有，差不多这些东西。我们刚刚说明书上说的，我们没有看到的，再来看一下肩胛是可以去两边展开，我来看看稍微可以去展开一点。好，然后下方有个下拉关节是这一段，它整个的屁股这一段是可以去往上推一下的，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下拉关节，就只是往上推背部这一块是有一个
刚刚说是可以往下拉，但不知道是哪一块啊，多了一些小联动。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当然大家非常熟悉的所有的开天的环太平洋都是这样的一个地台，非常厚实，有磁吸在里面，所以比较重。然后这边应该是一张售后卡啊，来看一下，还粘的挺牢，算了，不拆出来了，很硬，好像粘住了一样。啊，然后它的一个铭文标牌啊，以前铭文标牌是用来点磁吸点亮的啊，这次呢，它给了一个磁铁，你自己去点亮。好，然后下方这两个啊，电影当中也是出现过的，捏了两个货轮上的集装箱，捏在手上，一个软胶件啊，涂装还行吧啊，一边是3个，一边是2个。然后4个特效件啊，这特效件做的还行吧啊，没有很多细节，就是分色的一个涂装。然后这两边也是。好，然后接下来背部的这两个配件，咱们来仔细看一下，左右两边啊，不要装反了，也有一定的可动，涂装也是比较细啊。这两边因为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随意的可以去摆动。我们来看一下它安装方式是怎么去安装的，刚说明书上也有说到。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背部先给它吸附上去，吸附上去了以后，在这边可以看到啊，这两边镂空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零件，咱们来试一下，应该是这个小洞啊，小洞口，左右应该没有错，应该是这样的，还比较紧啊，这个东西。安装的时候要当心，因为它这个塑料件很脆，我感觉。来，再看一眼说明书啊，可以看到这个小零件，它因为有一个活动空间，所以很容易卡断。安装的时候先看一下说明书正反。来，这边看到吗？左右两边啊，那就是刚刚应该是按错了，这边是正面，应该是这样。来看看啊，这就安装进去了。刚刚是安反了，安装正确了以后还是挺方便的。哎，这个啊，这个好像有点，哎，拧的时候左右晃啊，这样就背部全部安装上了啊，是两个喷射口啊，这样的话背部细节会更加舒服啊，就这样。OK，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配件链件啊，这个是没有延伸的时候的一个样子，一个软胶件啊，这是一个塑料，这两个是不能可动的啊，不要去硬掰，开模还行，不尖锐，金属涂装还行。好，这两个就是一个软胶件了，咱们可以去自己随意捏这个形状啊，摆一下 pose 啊，然后咱们的货轮，这个货轮一个硬胶件，这应该是一个握持的地方。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涂装啊，我觉得也是做的挺精细的，重啊，这个小硬胶，电影当中也是一个名场面，很长啊。好，最后就是这两个等离子炮
来看一下等离子炮的这个细节，看一下有没有活动空间啊。这两边的手臂桨是没办法去活动的，但是内部的这些管线活动是非常不错的。前管有个透明键，记得说明书上是把前端啊，它不能旋转。我刚试了一下，细节还是挺不错的。纯塑料，把玩的时候当心这些地方啊，不要去硬掰或者是掉在地上，很容易损坏。给了一对，包括前方还有一个特效键，可以去安装。咱们看一下，安装起来挺方便的，就这样，这还挺帅的。给到了一对。然后最后就是这4盒啊，电池仓，当然它没有给你电池，你得自己配。说明书上也有写啊，具体是配哪些电池。非常可惜啊，我记得就好像第一款开天的这个环太平洋是配了电池，后面好像都没死。我看一下说明书上有没有说到这个电池需要哪一个型号有，看到 AG0啊。如果是准备买的兄弟们，可以先看一下电池，先去买好电池，再去主旨。这边也是，胸部的电池是完全不一样的，是 AG444，需要3颗。OK，所有的配件展示，咱们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整体的这个素质，我觉得是又是一个8、9分的作品。我感觉这几个月出的东西，在我心里都是分挺高的啊。哎呀，很不错的玩意儿。我个人还是，如果环太平洋这一个开天的系列里面，你只想买一款，那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买这一款主角机《危险流浪者》的。首先做的确实不错啊，点亮机构又多，这反应堆还能旋转然后配件可玩度也还是非常高的，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款。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别忘了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开天工作室出品的《环太平洋危险流浪者》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